中的侦查员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突发状况，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一定要学会从容冷静。我们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甚至向更高更强的男队员的标准靠齐。因为在战场上，战争不会因为你是女兵，就对你心慈手软，甚至放过你，可能会对你更狠。习主席视察了我们部队，提出了3个严格，3个非常过硬。在那一刻，我们深感责任重大，在平时的训练中严格管理、严格训练、严格要求。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，通常能够关系到任务的成败。比如说，火车在发生突发状况时，我们可以利用女队员的先天优势，用化妆侦查的手段进入到火车内部，了解到火车内部的状况，帮助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，保障任务可以顺利完成，将伤亡降到最低。我们队员经过长期的共同训练和共同学习，队员之间配合更加默契，为我们下步更好地完成实战化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实也有苦也有累的时候，我们是反恐尖兵，是国家队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，严格的训练，练就一击必敌的本领。备，走！为了保持这支尖刀小队的综合技能，我们有严格的考核选拔制度，为了就是将来战场上能够攻得上、打得赢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战场上女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。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的反恐部队，作为猎鹰突击队一支特殊的集体，一支骑兵的存在，我们也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我们一直在提高自己的军事技能，要成为带刺的玫瑰，在未来战场上复杂多变，随时准备上一线打头阵。我来到猎鹰主要是因为觉得女兵很酷很帅，我就觉得就是女生不一定是说必须要是柔弱的，相反她也有自己很飒爽的一面，所以刚上大2的时候我就报名入伍了。其实在家的时候我还跟我爸妈就说过，如果说我在部队很苦的话，我哭的话我写信寄回来的信可能是皱皱巴巴的，上面可能是因为我的眼泪，你不要嫌弃。进队之后第一次看到老兵训练的时候，当时觉得哇，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就活动完身体之后，大家就有一个小游戏，就是横竖插接力。
虽然看他们做的很容易，但是这却是我们历届女兵最难的第一关——韧带关。基本上我们都是一边吼一边去下插。后面有一次，慢慢我就感觉腿有点麻，后面去查嘛是韧带受损，我的脚踝它就是属于这种松动的状态，所以不能训练，只能养着。而且自从受伤以后，每一次跑步都在掉队，结果导致全班都得陪我再跑一圈。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放弃我，都是在拉着我跑完全程。我渐渐就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我受伤好之后，第一次测体能，第3圈跑完了，我居然是第一个冲上终点的。然后班长就跟我们说，虽然你们表现的不错，但是我们力量该加的还是得继续加。然后结束了，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支冰棍，还奖励了一下我们。虽然他没有表扬我，但是我觉得很安心，觉得可以跟上大家的节奏。所以就算是魔鬼舟这样强度较大的一些科目，我也都能咬牙坚持下来。他一天大概16至18个小时吧，有10几个科目，练到晚上11、12点才能结束。就很累的状况下，但是你的思想还是不能放松，因为你特别担心会有一个紧急集合。对我们来说，也是一个生理上面、心理上面的双重考验。压力和痛苦也只能自己承受，不然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猎鹰队员。经历了去年的巅峰特战比武之后，让我觉得我这只猎鹰又成长了许多。在射击弓弩科目的时候，我很震惊，因为我的保险脱落了。第一反应就是去解决，然后就在地上找了一个木棍，然后给它插进去，然后就把保险打。最后还是正常命中了。不知不觉在猎鹰我已经度过6年了，每一次看到特警还是会觉得很帅，帅的不只是外表，更是外表之下的责任与担当。我是国家级反恐拳斗部队的一员，如果有一天我面临生死抉择，我或许会紧张，但我绝对不会退缩。每一个来到猎鹰突击队的人都要从雏鹰做起。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拳斗部队，国家需要我上，我一定会上。